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看我今天的视频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得出的一些个人生感悟吧。有一些个道理，我最近才明白。如果我要是早知道的话，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内心更快乐，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分享出来给大家。我相信总会有那么1到2条可以跟你产生共鸣。第一个呢，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，打交道的周围都是人，有人的地方事儿就多，乱七八糟的什么事儿都会有。不管是在人前啊，或者在人后啊，很有可能你会被别人批评啊、评价啊什么的，包括善意的也好，包括恶意的也好，真心真意帮你的也好，还是说不经大脑的比较草率的评价也好哈，你太在乎和完全不在乎这些批评，都是一种不健康的处理方式。我觉得最应该做的呢，就是在你听到这些个批评之前呢，要自己有一个非常客观的理解和认识，知道自己的不足和缺点，很了解自己的话，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攻击，你反而会变成一种力量。比如说，我知道我很懒，就是不喜欢收拾屋子。别人如果来到你家，你就要有做好准备，别人会说你这个人不爱干净。如果说你想通了这件事儿，你就会发现特别的坦然。如果你特别在乎的话，你肯定就在这个人来之前把屋子都收拾好，你一定不能让他抓住这个小辫子，因为你很在乎，你自尊心在这儿了，所以你要把这方面做得更好。如果说你知道你自己是有这个问题的，就是懒，我就是不爱干净，我觉得无所谓，人来了对我什么样评价我都可以接受啊，根本就不在意别人怎么想。真的你有这种心态，就是你也不想去改变，然后你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的话，在某种程度来讲，其实是内心真的获得快乐的一个人，别人伤害不到你。提出来的话我不接受，我拒绝，也是一种处理方式。最麻烦的就是自己不了解自己的缺点，不了解自己，别人一说你什么呢，就会觉得哎呀，这是人身攻击了。有时候说实话，人家看你比你自己看得透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先正视自己的缺点，当你完完全全知道自己的缺点之后呢，你就根本就不怕别人去指出来了。改也好，你不改也好，那都是之后你自己的选择。我其实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人，现在也是这样的人，就是我从来都不喜欢无用社交。当然了，我知道很多人比较享受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其实一种非常消耗体力、浪费时间的一种事儿。我曾经也是去参加过一些个 event， 碰见过一些个非常就是真心的朋友啊，然后最后也变成朋友了，这个也不排除，但是这种几率非常非常的小。你看我现在30多了吧，我觉得要用一种更利己的方式来看待事情，而不是说啊有一地方特热闹，哎我打扮化个妆然后就去了。觉得除非是跟工作有关系的，或者说是你特别好的一个朋友过生日啊什么什么的，就好久没聚了，聚一下。除此以外的那些无用社交，我宁愿在家陪陪父母啊，陪陪孩子呀，或者就是一个人自己跟自己在那儿待着，然后琢磨琢磨事儿啊。这个时间这样子过的话，我觉得会更有意义。如果你比较喜欢现在的生活的这个状态的话，那没什么可说的。有点迷失，就有点迷茫，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，或者不满意现在自己的状态，我觉得你真的要逼自己一把，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。说一下我走出舒适区的一件事儿吧。我疫情之前的时候不是在开那个模特培训班吗？其实我是被我周围的朋友逼着开的。周围的朋友他们参加工作面试啊、化妆啊什么的都会来找我，穿衣方面啊，然后形体方面都会问我一些个意见，帮他们捯饬什么的，所以他们就觉得我很神。所以就很多朋友就是挨个跟我说，哎，你一定要开班啊，一定要教学呀，什么什么的，苦口婆心的劝了我3个月。大家都觉得我可以，那我为什么不试一下呢？我说那好吧，那我就试一下吧。我没有对着一个班的陌生人讲过课，为了我的这个说话流畅哈，我就对着大白墙天天坐在那儿练，语言到位了，肢体到位了，然后我就开始招生了。第1节课
课真的是又磕巴又抖，完全出了自己的舒适圈。1到5是做模特的工作，然后6日的话是开班，做了1年多吧，然后就做到疫情开始，我不就是做自己 YouTube 频道了吗？我就发现那个时候我逼自己走出舒适区的一些个能力，学到了很多，对你的以后有帮助。比如说人群面前说话，我不会紧张了，练习对着白墙来讲课，没有人跟我一问一答，我也可以不停的说，哎，那我现在我就跟一个相机黑圈，我也可以一直跟他说几个小时不停。备课录视频之前，我都要完完全全清晰我自己要讲什么，千金难换的，上什么学都学不到的，走出自己的舒适区，逼自己一把，自己可能还有某一方面的潜力也说不定。我是那种其实没什么脾气的人，我跟我老公在一起13年了，看到过我真的生气的时候，其实就一只手都数得过来那种。他觉得我脾气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了，但是有一次我真的是怒了。我21岁的时候，我老公24岁，我还在上大3，他呢在自主创业。他那个时候租了一个特别小的办公室，里面就有一张桌子，然后放2个电脑。在写完作业的时候，我就会陪着他，就帮他做一些个文案的工作，产品目录啊，还有设计包装啊，辅助他嘛。因为我不是会 Photoshop 嘛，我就记得中午吃完饭，我就开始坐那儿干活，每一个产品的编号都是像乱码一样的输入进去，然后呢再做设计，然后排版。设计出来的时候给我老公看了一眼，我就说你看这个做的样子行不行？他说哎可以。于是我就按着我刚才那样子做，从中午刚吃完饭就开始做，一直做到该吃晚饭，可能也做了4-5个小时吧，大概。等我做完了之后，我就特别开心，我交作业，我说你看我都做完了。他说你有一个编号啊，你输入错了。你刚弄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，我只不过没有告诉你。他说你总是有这种粗心大意的这个毛病，你以后到了社会上真的去有一个老板的话，根本就不会给你第2次机会了，你可能就会被炒鱿鱼了。我一下子就怒了，我从来都没有那么生气过。我觉得他特别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，我觉得他拿我在当猴耍。我明明过来是在帮助他，我当时就气到头顶在冒烟，不想在那个屋里待，因为我觉得我要待的话我肯定会跟他吵架，但是我又嘴笨又不会吵架，然后我马上我就含着气我就跑出去了，坐在那个便道边上，反正是气的有点流眼泪了，但是也没有大哭那种，也就5-6分钟吧。当时我就在琢磨一件事儿，我们来客观的来看这件事儿，有点不人性化哈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是不是有这个缺点？我真的其实是有这个缺点，我自己比谁都清楚。只不过就这件事儿代价有点大，因为我花了太多时间在这上面。我老公真的很过分，我当时还有我男朋友，我觉得我男朋友真的很过分。还有就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缺点改掉。我一定不能在以后可能会有更大的代价的事情上面出错。于是乎我就气儿马上就消了，回到了那个办公桌面前，然后我就说那好吧，那我就重新再改一遍吧。改的时候就很快了，可能就1-2个小时就都改完了。因为我有时候开车会路过那个便道边嘛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那个时候我就坐在那儿那个生气，我说我那个便道边我到现在都记得。我老公一想起来他就会跟我赔礼道歉，反正一直都给我赔礼道歉。其实被鞭策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，有时候会不服，会觉得不公平，会觉得特别委屈，甚至会觉得很怄气。被鞭策其实真的就是这个树杈长歪了，然后把那些个乱枝儿给你砍下去了，确实是痛，但是也确实能够辅助你变成一个苍天小树。痛归痛，但是痛了不能白痛，就一定要就吸取教训。从那之后到目前为止，我就再也没有犯过那样的错误，因为我每次我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教训。我觉得被鞭策有的时候不是一件坏事，就用平常心去对待，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，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下呢把它解决了，并且呢真的从中学到的东西，然后以后不再犯相同的错误，这才是一个比较值得的对自己的一种回馈。其实这个是我听别人讲的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我们拥有的东西呢，身外之物啊什么的，那都是给别人看的。比如说豪宅呀、豪车呀、什么表啊、包啊、衣服呀什么的，奢侈品啊一类的东西啊，那真的是穿出去都是给别人看的。没有的东西才是给自己看的，没病没灾啊。
啊，没烦恼啊，那真的才是属于自己的，才是真正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。比工作呀，比穿的衣服呀，比孩子呀，比老公啊，比房子呀，乱七八糟的，反正什么都能比。我觉得一个人，你真的就是非要去断定一个人他是不是成功，是不是令人羡慕的话，绝对不是根据他拥有什么东西，而是说他能不能够真的从内心里寻找到平静跟快乐，并且在很健康无忧的状态能活得很久。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人生的超级大赢家。觉得年轻的时候比这个比那个，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人还没有到那一步，慢慢经过时间的沉淀，我可能会更加明白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抛弃的，什么东西才是我值得花时间去经营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从年轻到老一直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我之前还有个视频是30岁时悟出的一些个道理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哈。今天说的跟上次那个视频说的不重复。到了跟大家说我穿的衣服的时候了啊，这个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是E3售的，然后它是一个拉链可以拉下来，我这别了个麦，然后我特别喜欢它这个还能把这个领子弄得大一点，特别的舒服，而且是有点 oversize 的，然后也不贴身，还特别暖和。是在 iSense 上买的，然后他们还有好多打折的东西，然后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，还有一些个不错的版型跟款式呢，我都会放在下面链接里面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逛一下。然后我还会把我的耳环呀、戒指呀、手镯呀这些个链接呢都放在下面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可以跟你产生一点点的小共鸣呢，就请帮我在视频下面点一个赞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，也请帮忙订阅一下，你对我的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跟鼓励了。我这个月之后的视频有讲穿搭还有讲美妆的，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